为了帮助印度应对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愿意伸出援手，向印度人民提供支持。印度外交部周二表示，包括100台呼吸机和95台制氧机在内的首批来自英国的防疫物资已于当天早晨运抵印度。另据英国政府网站显示，本周内共将有9箱物资从英国空运至印度，包括495台制氧机、120台无创呼吸机和20台手动呼吸机。美国白宫官员周一表示，1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在未来几周获批出口，另有约5000万剂疫苗在产，可能在6月底前出口。暂时不清楚哪些国家会获得疫苗。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周二透露，印方正在努力游说，力争获得6000万剂疫苗35%以上的份额。法国外交部周一的声明表示，到本周末之前，印度将收到8台法国制氧设备，每台都能让一所医院实现医用氧气自给自足长达10年。此外，法国还将提供液氧储存罐和一些其他医疗设备。尤其目前印度的医疗体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抗疫防疫物资也比较稀缺，它如果要走出当前的危机，恐怕需要国际的援助。中国也走在国际援助印度抗疫的前列。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周一的消息，800台制氧机当天已从中国香港空运至印度德里，一周内还会运抵1万台。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当晚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中国坚定支持印度抗击疫情，将鼓励和指导中国公司积极参加合作，为印度获得各种所需的医疗物资提供便利。周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召开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6国外长参加的应对新冠疫情视频会议。王毅表示，这次会议也向印度发出了邀请，中方愿随时根据印方的需要，向印度人民提供支持和帮助。我希望今天的这个会议也能为我们共同的邻居印度战胜疫情提供助力。上周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多次主动表态，愿继续以多种方式同印方展开抗疫合作，为印方抗击疫情提供助力。但在疫情失控之时，印度依然舍近求远，首先想到的是向美国求援，在最初更是对中国伸出的橄榄枝视而不见。在周二由中方主持召开的中国与南亚5国外长应对新冠疫情视频会议，印度也没有接受中方邀请，与邻国们共商抗疫大计。在经过去年的边境冲突以后呢，当前印度国内涉华的负面情绪仍然持续的发酵。如果在这一个背景下面，他对中国公开寻求援助，从心理上这种大幅的180度的转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认为，在面临这个大疫面前，印度政府应当以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为首要考量，其他的考虑应该是暂时放在一边。而印度的舍近求远一开始却没能获得美方积极回应。印度官员此前向美国求援，呼吁美国放开新冠疫苗原材料出口。然而美方却回应称，美国把重点放在控制本国疫情上，优先给美国民众接种疫苗。印媒指出，如果美国不提供37种关键原料，印度的新冠疫苗生产线将在几周内停止生产。直到舆论压力增大，美国拜登政府才发声表示，将向印度提供医疗物资援助。而作为印度的前宗主国，英国被问及是否打算向印度出口疫苗时，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说，英方致力于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向有需要的国家送去多余的疫苗。现在我们优先满足国内需要，没有多余疫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负责人蓝建学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英等西方国家当前也面临严重疫情，疫苗、物资等紧缺是客观事实，但不要忘记，去年美国疫情肆虐之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认定羟氯喹是应对疫情的神药。印度哪怕本国也很需要，但还是竭尽全力满足美国人的需要。而当印度面临比美国疫情还要严重的至暗时刻，美西方却扭扭捏捏，实在令印度民众心寒。自从莫迪总理上台以来，印度调整了他的外交战略，采取了亲美亲西方的政策，但是美西方实际上是利用印度来达到他们个人的本国的地缘战略私利，
而对印度所处的这种实际的困难，比如当前第二波疫情，往往是无动于衷。这也是说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像那个塑料的兄弟情一样。更为讽刺的是，就是这样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上自私自利的美国，仍继续在不遗余力搞疫情政治化。据报道，美国务院官员称，美国正计划就世卫组织第2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向世卫组织提交新的建议。知情人士称，预计美国将在建议中反驳中国提出的病毒可能通过冷冻食品传播的假设，并敦促公布更多数据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早期证据。美国还将建议审查武汉病毒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医疗记录，并允许国际科学家接触来自实验室或患者的2020年前的病毒株。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美方应该清楚，新冠病毒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这是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中的明确结论。关于原始数据，中方在联合研究中向世卫专家逐条展示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数据。外方专家也多次明确表示，专家组获得了大量数据和信息，对由于部分信息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复制和携带出境表示充分理解。事实都摆在那里，如果真如报道所言，那么美方的所谓建议完全无视全球科学家前期研究成果，既不科学更不严肃，是要搞一出预设结局的政治闹剧。他们的目的无非是继续为抹黑打压中国制造借口。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行径，只会严重阻碍全球溯源合作，破坏全球抗疫努力，导致更多的生命损失。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像中方一样，采取科学合作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不要把科学研究政治化，更不要怀揣阴谋论，否定科学，为一己之私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的共同事业。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印度连续多日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0万，但是印度对中国释放的善意似乎无动于衷，您是如何看？印度这一波疫情发生在全球已经开始注射疫苗之际，而印度遭受如此凶猛的疫情攻击，也是令人错愕。尤其是印度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疫情的蔓延大大冲击了全球疫情防控的形势。本来呢，世界期待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就可以进入后疫情时代，印度成为新一波疫情的重灾区。其中的原因呢，值得总结。除了病毒的变异之外，印度的疫情防控的不诚实、不专业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上个月以来呢，印度过早地解禁了民众的活动。政治集会、宗教活动加上节日聚会，造成了人群的聚集和病毒快速传播蔓延。另外，印度国内的疫苗注射进展缓慢，医疗工作者和老年人没有得到注射。印度的公共卫生系统非常的脆弱，用于医疗的财政支出只占 GDP 的1%，这在全球呢都是排在后面的。面对势如野火的疫情，印度的医疗体系难以应对，陷入了瘫痪。呼吸机、氧气匮乏，很多人无法吸氧而失去了救治的机会，这些患者因为不能呼吸而死去。印度的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多次表达善意，如果印度提出任何具体的要求，中国政府将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印度政府将目光投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也没有向印度提供及时有力的援助，只是解禁了疫苗的原材料出口，远水解不了近渴。印度现在急需的是抗疫的物资，病毒并没有地缘政治的概念，印太战略也好，美日澳印四边对话也好，都不是战胜病毒的依靠。莫迪政府将印度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整合和赢得执政地位的武器，他是印度近年来少有的强势的总理，但是在病毒面前，莫迪并没有显示出强有力的领导和治理的能力。抗击疫情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形成战胜病毒的系统，既包括充足的医疗物资、强有力的组织以及卓有成效的外交合作。好的，谢谢孙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